爆破都进入负数，进入了深度的向下爆破，所以这个就是处于一个那在近期里面如果说大家懂得怎么去在退场期及时的去清仓的话，都不会对大家有什么影响。那么再看原油，原油现在是场外指数1321，爆破216，还是在属于持续的向上爆破中，而且进场期60天了那我们可以看60天之前还是60多那60天到今天已经翻倍了OK，今天我们来聊聊今天的这个行情因为正好碰上了这个美联储的会议落地昨天2点半落地之后呢，然后就开始了新一轮的跌幅。那符合预期，就是开始收紧包括整个的点阵图呀，包括整个的降息周期啊，甚至有可能还要加息。如果说石油的价格还是下不来的话，所以我们看到贝森特这几天他会非常的忙一方面我看见他今天有一个新的消息非常有意思，我给大家念一念很好玩充分体现了政治上的欲盖弥彰。在场外看肯定是跟他讲的完全不一样，但是他必须要这么讲给大家念念稍等。你们可以看到，就是贝森特在这个压制原油的消息面上和他的金融面上，我觉得他已经尽了全力。首先他今天在跟福克斯的采访中，他自己说他说他要释放战略原油与解除部分伊朗石油。来制裁来平抑暴涨的油价。注意他要把压制近端做这个近端卖方的这个操作，放出了一个新的基本面，包括还强化了与日本在释放战略原油上的战略合作而且他今天专门透露了一个数据，就是海面上现在就在海上的，目前有1.4亿到1.3到1.4亿桶被制裁的伊朗的原油，然后美国会在未来的几天解除对这些水上石油的制裁，然后帮助他们流入市场。帮助他们流入市场，以及他还说美国可以单方面的释放石油储备我们将利用这个，他专门提到说要利用伊朗的石油来压低油价，同时还会帮助油价跌回到2月28号之前的水平，也就是说60多、70多然后而且他再次重申，美方不会在期货市场进行金融干预。这个是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市面上，尤其场外数据看得非常清楚就是美国包括那个前几天那个国内也有很多的金融的财经有在专门的在讲，就是在中东的原油的价格，事实上已经远远高于布伦特原油和在美国这边的 WTI 的这个石油期货的价格美国这边的期货的价格还是在100左右在徘徊但是在中东这边的原油已经价格飙到了155刀，所以这个肯定是美国这边在金融上动用了相当多的手段，不管是现货上释放流动性以及我之前多次聊的，通过日历价差、通过期权的操作，在压制近端的买方来同时满足远方的卖方，压制近端的卖方，然后增大近端卖方的头寸，来压制近端的价格，同时又买远方的期权的头寸，然后把远方的价格给轰起来。所以这个是他只能这么去操作。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很多人在讲今天美国的内阁可能最靠谱的就是一个就是卢比奥，一个就是贝森特。那这两个人确实是技术派，而且是技术官僚，而且是非常多的经验。事实上，现在看来，目前来看，在国际协调上，你可以说川普在点火，然后卢比奥在灭火，但事实上我觉得现在发挥更大功效的，在他内阁里面最给力的成员，事实上是贝森特只是他没有那么多的像卢比奥那样抛头露面贝森特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在金融上的这次战争中的操作，我觉得可以写进相当多的教科书。所以这个我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然后我们今天再大致聊一下重金属，你可以看一下黄金跟白银。黄金、白银已经退场期多少天了？已经进入深度退场期了。我们看一下，稍等，念一下今天的行情。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黄金跟白银这两个，它的场外指数，黄金甚至已经到了场外指数683了，已经远远低于1000了。也就是说，接近于你现在想要去拉盘黄金，接近于你要亏一半亏40%。所以就是现在你看不到什么资金真的在去拉盘黄金所以有资金敢去拉黄金，瞬间也会被空头给砸下去所以黄金现在处于一个深度退场，而且今天的报复指数到了负的124
当然就是退场期已经14天了退场期已经整整14天了，所以在整个那个在退场期的第一天的时候，我就这个对我的所有的朋友们事实上都知道，在这个时候退场期就应该全部清仓了所以就是大家就是没有去赶上现在这个阶段大跌的时候，把自己的资产缩水就没有赶上。但是很多人我们都知道，尤其国内很多人，甚至前几年还有大幅度的大资金买入的，因为他们感觉就是在上涨行情中一跌就赶紧买，一跌就赶紧买，他不知道退场期的威力有多大那你掌握了退场期，你就知道在退场期的时候我们不该持有这些仓位，所以就是我相信不会影响到大家，以及在白银也进入退场期。白银的场外指数在715，爆破在负的53，都进入负数了爆破都进入负数，进入了深度的向下爆破，所以这个就是处于一个那在近期里面如果说大家懂得怎么去在退场期及时的去清仓的话，都不会对大家有什么影响。那么再看原油，原油现在是场外指数1321，爆破216，还是在属于持续的向上爆破中。而且进场期60天了那我们可以看60天之前还是60多那60天到今天已经翻倍了原油是翻倍了，所以这是一个这个进场期叠加战争的消息面的影响，是一个优质进场期。虽然贝森特用了相当多的努力，但是爆破指数还是怎么说呢？他尽力了，因为战争现在还是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嘛，那肯定还是处于爆破中，所以呃，就是前几天好不容易有一个很好的消息面，就是伊朗开始允许各国的原油，而且我给大家念一个数据念一个数据，就是今天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真正过了多少船然后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网站它是有公布这个数据的，我给大家念一下。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正在通过8艘船，然后我给大家念一下几天前的这个数据，大约是看一下就是现在事实上很多船已经放行了，很多前有船已经放行了，而且没有什么滞留的船。3月17号，然后现在的通行压力来说，相对来说有一些大宗会影响比较大，比如说甲醇影响非常大，化肥影响非常大，原油、液化天然气、铝，全都属于一个被压制的，然后滞留的情况非常大。这样的状态下，你会发现跟它相关的美股都在暴涨。在我的这个内参的朋友们可以看到，这个我的这个内容更新的里面前几天有几个关于铝的鞋，包括关于天然气的鞋，这几天全都在暴涨。当然，而且还是处于美股开始逼近退场期的状态下，他们还在暴涨所以就是这种题材呢，没办法，到了这一步的话呢，跟它相关的都会暴涨，这个就很有意思。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的航迹，如果你看一下这种航迹的话，你会发现今天其实过了很多船了现在正在过的就有8艘而且呃，虽然是受限吧，有相当的船其实是处于一个不太敢过的状态，但是过了的船至少是过了，没有说什么沿岸一个火箭弹飞过去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相对来说还是可控。伊朗现在就是很有意思的打法，因为之前恐怖分子当惯了，所以他现在就是真的是变成了一种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在美国不停的在对他进行轰炸呀，然后对他进行一些新的限制呀，他最后打邻国，这个就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他也不管什么跟周边国家的看法了，也不管这周边国家的什么状态了，反正就是一顿打，而且他的这个弹道导弹跟无人机的数量这几天又开始出现了日内的提升之前开始逼近个位数，最近又开始上10位数了。这个又是战争的一点所谓的它的一点新的影响吧。包括大家可以看到，现在随着这个，嗯，很多人会不理解为什么战争这么如火如荼的过程中，黄金又开始跌这是很多国内的人又开始这个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那事实上这个很好理解，因为黄金的基本面跟流动性关系非常大。那第一方面跟战争关系大，另一方面它又跟放水的流动性关系非常大。在这个战争高通胀的预期下，之前大家记得我在原油下面经常有写到，就是原油每上涨10%、几个点它整个的核心 CPI 跟全球的 CPI 都会跟着上涨25或者30个基点这个是必然的，因为它关联了全世界最后1公里、最后10公里的这个运输，这个运输成本上去的话，它不可能这个物品的价格不可能低，所以这个直接就会影响到全球的这个通胀的状态。那么又因为通胀高，一定央行必然要限制自己的放水节奏，否则的话，这个物价就涨到天上去了
那政治上会出现非常可怕的变动。所以这个压制物价，这个是各国央行的第一要务。你们会看到中国对这个物价的压制啊，那事实上是看得非常非常紧的。因为中国历史上，我就不说历史上，我就说中国现代当代史啊，中国包括80年代末的那次事情，包括90年代中期啊，各种出八宝山这种人啊，包括出各种各样的这种悍匪的这种状态，事实上都跟那个阶段高通胀有很大的关系，因为物价飞涨，就会有很多的底层被甩在基本收入的后面。它一旦出现了食不果腹的状态，所谓斩杀线嘛，到了斩杀线下面，它就开始铤而走险。社会上的基本的基础性的凶杀案，各种各样的事情就会层出不穷，所以这个是各国政府绷得最紧的一根弦。当然，除了就是左派政府，如果说他就是用所谓的放水来讨好他的选民啊，发大福利，那就除外啊。那种情况下，那就真的没得救了。比如说阿根廷过去100年啊，就是尤其是阿根廷在过去的100年大量的处于左派当政，所以就是为什么新的米莱当政之后，他的这个整个人的威望这么高，原因就是因为他彻底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然后去压制了过去的这一套左派的叙事，所以就使得整个阿根廷的经济总算才走向好转。我们事实上之前我聊过多个国家之间互相对比的例子，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荷兰跟瑞士之间的对比，这个我之前多次给大家聊过，就是瑞士由于自己国家信用的高度的关注，以及它在创新领域和右派当政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稳定性，然后所以使得瑞士以类似于中国瑞士在地形上类似于中国的云南。然后荷兰在地形上类似于中国的上海，这两方面你想想这个地形差别有多大？瑞士何德何能够跟荷兰去相提并论？中国的云南何时何能够跟上海去比经济？但是它不仅能比，而且所谓的欧洲的云南，它的经济的高度、人均 GDP 和财富的等级量级和它对世界的影响上，远远大于欧洲的上海。这就是云南所创造的奇迹，这就是瑞士所创造的奇迹就是因为人的问题你别看荷兰把着全欧洲的出海口，别看它把着最便利的海运，但是由于瑞士人高度关注这个人的层面上、人超我上和信用上的建构，所以使得它达到今天的高度。所以我们就知道，就是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包括我在聊的这个南美，南美我们就看重点来就看智利跟阿根廷两个国家是邻国。智利长时间用芝加哥学派和右派的自由主义经济学来统治自己的国家尤其是这个在60、70年代那个那个智利是出了类似于像韩国出朴正熙这样的人，出了一个右派的强权把整个的智利的经济可以说就搞得蒸蒸日上而且是长时间压制这些左派的左翼的各种各样的主张，比如说要给富人征更大的税然后给穷人发钱呀。然后说白了，这种情况下都是以隐含的代价，以物价飞涨为代价来达成的。那最后你会发现，这样的国家最后都陷入了滞胀状态，就是滞胀就是所谓的物价飞涨，同时又没有什么新的经济题材出现，那水没有地方去，就使得基础的物价暴涨。基础的物价暴涨，老百姓就会变得更没有活路，更没有活路，他就变得更去投左派，因为他活不下去了，他就只能听懂左派说“我给你们发钱”这套叙事。那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国家最可怕的恶循环。美国之前的左派还有一个更新的循环，就是所谓的非法移民还会更去投给支持非法移民的政党，那他会引入更多的非法移民，而非法移民又会投左翼政党的关于又会征更多的税给他发钱，而左翼征更多税给他发钱，并不一定全是通过发税，很多时候又是通过印钱。所以你想想，这两个正反馈循环在左翼政党里面，这会使得这个国家陷入一个怎样可怕的境地？所以，但是瑞士，如果你们对这个国际新闻有概念的话，你会看到前几年瑞士有一个全民公投，瑞士人竟然主动公投否决了一项议案，就是要求给全瑞士人每人发1000瑞士法郎这个议案竟然所有的瑞士人把它公投把它给否了，这个的国民素质高到什么层面？你们可以想象瑞士今天达到怎样的文明高度？就是政府主动说给他们发钱，老百姓不同意，老百姓公投把它给否了。这种在其他国家，我说实话，用代议制政府，用议会都很难把它给否定因为议会相对来说是一个国家已经选出来议员了，议员相对来说都是政治的素养和受教育程度是很高的一批人他们能把这个议案给否定都很了不起了。
但是瑞士是一人一张票公投把这个议案给否定，也就是说，瑞士的最差的一群人都认为你给我发钱，这个不合理，这个不合理。他认为你发钱一定有代价，你发钱的代价就是你肯定会放水，你放水就意味着物价会飞涨，所以他就给你否了。他也不同意你给富人征税，他认为富人得到的钱就是他城市劳动获得的钱，他就应该得这么钱。所以你可以想想，瑞士能够这么富走到今天，绝对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国民素质高到了如此之高的程度，这在世界各国绝对不可想象。美国今天都达不到了，美国今天你让全民公投把这样的议案给否定，我觉得都难，因为今天美国的左派实在太强大了，而且左派那套叙事洗脑的能力实在太强。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瑞士能走到今天，能够远远的把荷兰甩到后面，然后把美国也甩到后面，就是瑞士能达到今天的高度，真的是，有原因的。所以大家但凡有空、有时间、有都可以，应该去瑞士走一走啊。瑞士应该说是人类文明跟信用和各方面，我觉得是最高峰。真的可以去看一看，他能把这个议案否了，已经证明他文明的高度。然后同时我们再看这个智利跟阿根廷之间的区别，他们之间以前智利远远不如阿根廷富。你们知道，阿根廷在上世纪20年代是整个美洲大陆的发达国家啊，阿根廷曾经很富裕，而且它自然条件、自然禀赋、自然资源都非常的棒。那智利又是什么样的地方？大家如果对地理有概念的话，知道它在安格斯山脉上面啊，整个在这个大山脉上面，可以说就没有什么平地，整个国家是长长的一条，没有什么大平原。你想想，在这样的自然禀赋，他怎么去跟阿根廷竞争？哎，但就因为他的人对了，他始终选择是自由经济学派，始终选择的是鼓励企业家创业，保护企业家的应有资产，保护个人的财产权，鼓励个人去交易，鼓励个人去通过自己的城市劳动获得自己应有的那份收益。然后这份收益，政府不会随便的把你的收益从你的口袋里面拿走，他鼓励你把你的财产权留下。这样的国家，你想想，它就会产生大量优质的企业，而这样大量优质的企业就可以吸纳国家释放出来的多余的水，啊，它吸收这样多余水，反而会让这个企业长得更好，它长得更好，它反而会更好的去反哺这个社会，形成一个正反馈。所以就是在上世纪6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跟60年代二战结束的时候，呃，智利就开始跟阿根廷分道扬镳了。结果阿根廷一直还是走的左派经济，阿根廷就是反复的在选上的领导人都是所谓的给大家发钱，然后征富人的税，以及去没收各种企业成为国有。那如果这样子搞的话，那就真的是神仙也难救。所以可以看到，今天为止，智利是发达国家的，阿根廷甚至被中国都甩到后面了。你说中国是多么大的体量？中国是十几亿人的体量，阿根廷才多少人啊？中国这么大的体量，人均都追上阿根廷了。你想想，他今天惨到什么地步了啊？但是智利今天就是发达国家，人均2万、3万美刀啊，阿根廷可能就几千美刀，就是差距接近10倍了。就是因为你的组织形式跟人的意识上不去，就产生了这么大的效果。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就是人的组织和人的概念、人的思想、人的认知有多么重要。所以我们大家日常千万要注意，手脑如玉比手身如玉比其他的手什么都重要。你必须要注意你的信息的摄入啊，包括今天因为很多的 AI 它输入的语料，你会发现输入的语料很差，这个 AI 就会很差啊。国内的很多 AI 为什么不行？因为输入的语料实在太差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注意我们输入的信息源啊。如果说你们日常总是看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大 V 和抖音上各种各样的人瞎评论，那你很难在交易上有一个客观的比例感，这个就很难。你总会认为那些是对的，总会认为各种各样的信息是对的啊。所以就是基于此，我们就得出结论，就认知其实比什么条件都重要，认知比什么自然禀赋，比什么这些所谓的客观条件都要重要啊。我们只要把我们的心修对了，把我们的脑子修对了。比其他的一切都是更重要的条件啊！你会一个真的掌握了结构的脑子，看什么都是机会；一个没有掌握结构的脑子，看哪儿都是损失啊，看哪儿都不敢动啊，或者看哪儿都瞎动，那这就完蛋了啊！所以这个就很有意思。然后以及嗯，这个我们再聊聊交易吧啊，回国交易来看一看。比特币我们看一下啊，今天比特币的场外指数现在是1126，然后爆破是80多，已经爆破开始升跌了。所以关键是美股现在很有可能明天等到我开始给大家更新的时候就开始进入退场期了。美股进入退场期的可能性已经比较大了，所以这个大家做好准备，说一旦美股进入退场期，那比特币它作为对标链的下游，它必然要受其对标的影响，所以
它也肯定本轮的进场期就凶多吉少了，所以大家做好准备就行了。然后正好在给这个内参的朋友们正好再聊一聊，就是因为升档行情，大家之前有关注过。事实上，升档行情的话，就是在3月17号的10点左右，我们就已经这轮行情就已经结束了。对升档的掌握升档行情的这朋友而言，那事实上接下来这段时间就早就是垃圾时间，然后以及当它跌破一档线的时候，事实上就后面整个一周就不用看了。现在也就是在印证这一点而已。为什么？为什么？原因就是在于一档线跟二档线、三档线都是主力，如果要拉盘，它必然要保护的位置，一定会保护。它既然不保护，说明了什么？说明它已经不打算在后面有动作了。即便后面有可能散户可能不知道、不懂这些，他直接偶然的把这个整个的场面又拉回到一档线和二档线之上，拉回到我们的升档的结构里面。但是我们也知道那是偶然的，因为那不是符合升档结构的，而是偶然的游资跟散户自己拉上去的，这个就不作数。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后面它的反复的一些震荡，那都不会有什么大波浪这就是我一直跟你们讲的，一旦结构破了，我们就接下来一周其实都可以休息了。就是如果你只盯着一个标的的话。那这种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把我们的注意力看到我们的潜力区和看我们的美股，看我们的美股美股的潜力区每天都有新的行情每天都有新的题材，我们直接用我们的结构去套用在当天的美股里面就行了就很简单包括以后我可能还会再上大宗的期货里面的复合结构的一些标的那这个大家就到时候就可以很方便的用结构去套就行了，这个所以这个就基于这一点，我们就是看到就升档的结构，它比我们的场外指数更早的预判到了今天的结果因为主力肯定就没有动作了，它才会产生接下来随着美股包括美股自己也从结构下落下来，它肯定会大跌。那这个我们就提前就做好准备就行了。这是基于这个，然后我们再看我们其他的，原油刚才聊了，然后聊一下国内股吧。国内股那你们就看到了，因为上证前天就开始进入了退场期，对吧？然后国内的两个重要的增量，那机器人跟人工智能的都跌了多少天了？跌了多少天了？所以三者都是退场期，那事实上就两个火车头都是退场期，接近1个多月了，然后最后上证自己也退场了。所以今天暴跌，我觉得对所有的我的朋友们而言都是很正常，都在预料之内所以就是看到很多人哀嚎遍野，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必要去有太多情绪的波动，因为这个在预料之内退场期我们肯定把所有的仓位都清了这个就是周期到了，我们就不要去乱动。OK，然后我再聊一点关于交易的内容，交易的心得的问题。关于交易的习惯性，一旦你已经掌握了相应的能够把利润留下的明确的结构，一旦你掌握了这个明确的结构，而且它很稳定，而且它的数月期望值已经非常的明确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事实上，这个时候昨天我开了一点，我说这个关于纪律性以及我们的心态问题，我们必须要去日常要去好好锻炼，然后在锻炼的过程中。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节奏，然后跟我们的交易连接起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法是大家必须要注意，就是一旦你的结构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节奏的状态的时候，大家千万要注意，你的任何中断不能超过2天，不能超过1天，就是你只能因为意外的情况，你只中断1天。尤其当你感觉现在状态不错的时候，尤其这个结构你已经熟悉的时候，千万要注意。因为我这边会给大家2套关键的战法，这2套战法都是需要大家把这个复利结构不停的跑起来的，而复利结构的一个关键就是它不能中断。但是我允许大家日常有一天的中断，这个日常我们有这样意外情况可以，但是你千万不能超过1天，因为一旦你超过1天去中断之后，大家知道滚动摩擦力比静摩擦力要小得多。就是我们当一天停止的时候，第2天再开始，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滚动摩擦力，你再开始启动没有那么难。但是，一旦你停止了2天，这个相当于就是你已经习惯了，你的身体开始习惯于不交易了，开始习惯于躺平了。你这个时候再开始，摩擦力会非常的大，就是从你的认知到你的动作到你的各方面，你会觉得哪都不对，哪都不对劲。所以就是大家千万要记住，你们做交易，尤其是在复利结构已经构建起来的时候，一旦形成了稳定的节奏，你们千万不要让这个稳定的节奏停滞超过1天，最多就是1天然后让它每天跑起来，每天按照节奏跑起来，每天日常
就像你的锻炼一样，每天哪怕这个动作太小，再小，动作再小，但是你每天你要锻炼啊，哪怕你每天你的这个做的再短或者做的再简单，但你每天一定要开张，这个特别关键啊，只要你每天在开张，哪怕是损失，哪怕是就是不涨不跌，哪怕是刚开了一单，马上5分钟马上就撤了，或者1分钟就停了，但是你这种感觉还在，你对这个交易的理解还在，它就不会在你的脑中形成很大的摩擦力，否则的话，你再重启，很多时候一重启就得1、2周，甚至1、2个月以后再开，那样的感觉就完全错过了，千万不要这样。所以，当我们人生中真的进入了这种节奏，进入了主升浪，进入主升浪行情的时候，大家千万别犯傻，不要谁找你玩你就随便就出去，不要什么有意外的情况你就直接去干意外的事情，你就把你现在的事情，你要集中你全身心所有的注意力在你现在该做的事情上，把这个主升浪彻底的给升上去，这个是特别关键的事儿。包括我刚才说的升档行情中的升档理论中的这个状态也是，它在关键的位置它不救，它就救不了了。它后面它就救不了了，为什么救不了？因为它后面的整个的投产比各方面都会极度的不利于它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做交易也是一样，只要你有一天错过连续2天没有做，你后面再开始，那个摩擦力和你付出的认知跟情绪上跟你体力上的代价要远远超过之前。所以大家记得关键节点一定要让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全身心的投入，不要让任何的停滞超过一天，要让自己每天都开张，每天在做，每天把结构安排好，在河里面放好网，然后让这个鱼钻到网里面来，然后我们安心的收鱼就够了，就这么简单。每天重复同样的动作，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最后就一定能获得非常让你意想不到的结果尤其后面复利赚起来的时候，这个是非常夸张的盈利。OK，今天我就不聊太多明后天我们再继续再深聊。那今天就这样。